我38岁，我彩礼要80万，我不将就。你20岁的时候没遇到爱情，难道38岁还能遇到吗？爱情没降临在20岁你的头上，降临在38岁你的头上了。万一38岁有呢？我跟你说，爱情只会降临在60岁养老院的你的头上，听到了没有？硕士，你既然学历高，你不应该做点实体，为实体行业做点贡献吗？你的文学功底就展现在大家好，我38岁大龄剩女，你不应该做点对社会有用的、对实体行业有贡献的事吗？我38岁大龄剩女，这就是你凸显你自己文化底蕴的事情。那你书不白读了，可惜妈了，还送你读书读到硕士了。你读的那书起了什么作用啊？就是在网上说大龄剩女就是你的文学功点，显示你文学功点。我是小学文凭，我出来开直播当讨口子当乞丐，出来要点钱很正常，因为我线下没有地方要我只能当个网络讨口子。你一天文学硕士，你不能做点对实体行业有贡献的事，而是天天在网上来传播不良的价值观，你还觉得有道理，你还歇斯底里啊，是不是啊？什么传播不良价值观不良价值观是什么？我嫁不出去我才说的呀。一天嫁不出去，那你线下为什么不去找一个相亲介绍所，多找几个，看看有没有那种五保户要你嘛？为什么不去嘛？天天每天拍视频，大家好，我没有人要我，没有人要我，你那个叫无病呻吟，知道吗？再过10年，你还能对着手机 P 图的情况下，觉得是你真实的自己，还能面对自己吗？再过10年，50岁了，还能这样真实的面对自己，还能在直播上面或者视频里面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龄剩女，我高2的单身，我要彩礼。我告诉你，80万彩礼，再过10年，你倒贴80万都没人要你，停水停电拉闸的。20岁的时候你没碰到爱情，爱情会降临在38岁你的头上。我身高168，体重128，走起路来打扑啪一天。我现在是微胖啊，我现在是微胖。幽默名堂一天，你们这大龄剩女就是那种眼神空洞，目光呆滞，那种满脸无精打采，那种长期没有爱情滋润。那个雅典娜也是，米莉也是，你也是，还有一个周姑娘也是。就算是 P 图 P 完，看起来都是无精打采，那种眼神空洞那种状态，是怎么回事？常年没有男同志没有爱情的滋润吗？那么我已经好久没牵过男生的手了。你自己看一下你那个视频拍出来，你有没有精神嘛？天天不是栽着就是睡着一天。你拍视频能不能正能量一点嘛？那年纪大了更年期了，那拍个视频不是仰在那儿就是趴在那儿，坐有坐相吗？站有站相吗？一天那个是在干嘛？年轻人树立不良的价值观，有没有看我那个视频？你天天发的是什么视频吗？一天你多熬一下，熬到60岁，在养老院，导致一个男护工，哎呦我的妈，在养老院里面举办婚礼，一次性到底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州红娘凤姐。你见过大龄剩女最崩溃的瞬间吗？我侄女啊，88年的，这是她在相亲市场听到最刺耳的这段话。侄女啊，她是研究生毕业，可是啊，她在广州这3年见了50多个相亲男人，没有一个合适的。现在30多岁了，不但父母着急，自己也很后悔。他刚刚毕业那时候啊，没人来家里说媒，很多非常优秀的男人呐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他认为自己啊，学历高，人长得漂亮，玩几年慢慢再找。谁知道啊，时间过得这么快，眨眼呢就30多岁了。前几年呢，相亲呢，有年薪20多个万的，30多个万的。可是这些人呐，在他的眼里啊，有的收入合适，身高不合适；有的身高合适，学历又不行。大多数啊，又嫌弃人家的收入太低。毕竟呢，他自己年薪30多个万，身高呢也有1.6米几，长相呢看起来了比较年轻漂亮。对结婚的对象啊，他是怎么也不能将就。5一那天呢，我刚好有时间，就陪他去那个相亲角去看看。那天呢，人很多，我们走过去呢，转了一圈。忽然呢，身边呢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，身高长相呢都挺不错的，也在到处看，想必啊也是来相亲的。我就拉着侄女呢就跟他聊，他知道我们也是来相亲的呢，就热情地说到自己的情况。他说他今年呢35岁，大学本科，做 IT， 年薪呢有30多个万。他可能看侄女啊长得还不错，就说啊，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呢，可以相互呢了解一下。于是啊，我就跟他说了子女的情况。当他听完我的介绍后啊，笑了笑，说我们不合适。我当时啊就急了呀，觉得呢他俩年龄呢、收入啊、长相呢都很般配，就瞒着他追问为什么呢？他一个研究生年薪，样貌哪点都不差，难道跟你一个本科生就不合适了吗？他大概啊觉得我有点不礼貌，就很严肃地说道，我是找老婆的，要传宗接代过日子的，不需要老婆啊，很会赚钱，有房有车，这些东西啊我自己都有。他呀这把年龄了，难道要我娶回去养老吗？
侄女听呐，崩溃地走开，一下子就哭了起来。她边走边哭着对我说，她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找了，男人呢，30多岁都要找20多岁的女孩，她这个年龄呢，难道只配找40多岁以上的二婚男人吗？这下我也是懵了。也许啊，这就是她该为自己的倔强买单。在自己的黄金年代呀，挑3拣4，这时候啊，该轮到男人呐去挑她了。给大家讲一个大龄女的八卦，我朋友他们公司呢有个大龄姐姐，我们就叫她李姐吧。年轻的时候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，今年41岁了，一直单身，天天给小姑娘灌输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所以不应该结婚什么什么，巴拉巴拉的一堆。去年刚帮助一个32岁的年轻女同事坚定了分手的想法，告诉她你还年轻，那男的有病，这么着急和你早结婚要孩子什么什么的，把公司整天搞得是乌烟瘴气。恰巧公司呢来了个新闻员，27岁，长得也漂亮，有不少公司的男同事追。这个李姐又挑出来帮人家把关了，帮着女生分析各种男人的不好。当然这个小姑娘人家很有主见的，刚开始还照顾脸面，委婉地拒绝李姐，但是这个李姐就跟苍蝇一样，一天天围着女孩转，生怕有男生靠近。这个小姑娘有一天确实是忍不了了，就说李姐，我觉得咱俩应该把精力全部都投入到工作中去，而不是放在别人的感情问题上。这李姐也是活该单身，情商呢是真低，接了句李姐，我是过来人，我帮你把把关，怕你吃亏。小姐姐说话呢也不再客气了，就说我知道你热心肠，想帮小姑娘把恋爱关，你再忍1年，等退休以后呢有的是时间，毕竟你的职业生涯还剩不到10年了。姑娘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，其实如果你想找一个 partner 的话，其实是很难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社交，就是说给我推荐一些，让我能够去接触一些人啊，就我现在这个圈子就已经没有人了，我每天在家里就这样躺着，我感觉我没有青春了，所以我现在很急迫。直播间全是优质男生，比刘德华年轻，比刘德华高，除了没刘德华有钱。其实我跟你说我心里话啊，其实我要求也没那么高，我只需要这个男生对我好就行。你就像我之前谈的那个对象吧，高中都没毕业，然后还有180万贷款，我都没有嫌弃他，到最后还不是跑路了。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，你不能既要对方的身高，又要对方的体重，还要对方的学历，还要对方的车，还要对方的房。彩礼80万，你38岁，你要求人家多大岁数呢？我有时候都在反思我自己，是不是我要求太高了？你要求不高，我已经说了你要求不高。我现在觉得说实话，我现在的圈子是男人们的错，他们挣不到钱是他们的错。就是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人啊，几乎就是正常一点的男生都没有了，我周围也没有正常的男生了。明天呢准备去相亲，约了2个帅哥，激动了一晚上没有睡着，我很早呢就起床了，心情特别美丽，终于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，而且呢一介绍就是2个，看起来我的魅力呢不减当年。早上去相亲的时候啊，因为熬了一个通宵没有睡好，脸色特别差，然后呢也忘记化妆了，纯素颜的我就出去跟人家相亲对象吃早茶去了，导致对方呢没有能够看清我的真颜，只看到我外在的东西，没有看到我内在的善良、温柔、高雅。对方以为呢我是农村的大龄剩女，没人要的那种，所以当我说出择偶要求才一半的时候，他呢就找借口匆匆忙忙就走了。于是呢我就把希望寄托在晚上，我特地呢化了个美美的妆，喷了香水，穿了个紧身的连衣裙，在夜晚的灯光下显得我格外漂亮，身材呢就更不用说了。见到对方的第一面，我的心呢竟然有一点砰砰的跳，感觉来对了，没有让我失望，是我要的那种理想型。对方的身高是1.8米，五官精致，谈特别的绅士，大学本科毕业的感觉哪都好，我都想明天就嫁给他，我是不是犯花痴了？然后呢听到对方说他已经离婚1个多月，目前呢有一个女儿5岁。听他说完了，我竟然没有觉得反感，我有一股呢义无反顾的冲劲。后面呢我说了我的要求：第一，彩礼18万8千数字，吉祥买；第二，买一套属于我名下的房，
全款付清的，大概100平以上了就行。第三，婚后呢，要听我的话，我叫你往东，你不要往西。比如我让你把工资上交，你必须全部上交，不能藏任何私房钱。因为我是一家之主。听我说完了，对方的表情就怪怪的，还在那讽刺的笑。说早上了，是不是忘记吃药了？还是说出门的时候忘记照镜子了？说我提的根本就不是要求，是在做白日梦。后面呢，他把单买了就走了，把我自己扔在餐厅。想想呢，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魅力。今天的相亲呢，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我跟我的表姐关系很好，她对我结婚的一个择偶问题啊，总是牵肠挂肚。无论是她同学聚会啊，同事闲聊，还是邻里走动，只要她发现有合适的人选呀，总会想方设法的介绍给我。这份关怀呀，让我感到特别的温暖。昨天我还特地盛装打扮了一下，就是为了去相亲。众所周知啊，我是校花，就是校园里最漂亮的那一个。时间呢也过得真快，现在我已经是36岁的年纪了。虽然现在还没有结婚，但是生活简单而宁静。相亲对象呢是一个公务员，年龄45岁，离异，带着孩子。或许在别人眼中，这样的组合显得有些不如人意，但我却能坦然接受。毕竟我这个年纪的我了，在婚姻市场上已经不再具备什么太多的优势了。单身未婚的男子或许人家更愿意选择年轻的女孩子，而我也只能跟这样带着孩子的离异男子相亲。我们见面的过程并不尴尬，我直接的提出了自己对婚姻、爱情和生活的期望。熟悉我的人呢，都知道我背负着20万的债务，所以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他，希望呢婚后他能帮我偿还这笔债务，并且说出了我的一个相亲标准。我希望呢在结婚以后不上班，公司里面的那些勾心斗角太累了。我想过一种轻松而简单的生活，远离那些勾心斗角。希望在结婚时能够有一个30克的黄金项链，一枚闪耀的钻戒。另外呢，我热爱旅行，尤其是渴望亲眼目睹那些大海的壮烈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我跟他呢一起去马尔代夫，感受呢大海的浩瀚跟美丽。结婚后呢，无论是家务琐事还是洗衣服做饭，我都不做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，我的双手是用来弹琴画画的，而不是那种油烟洗涤的。他很耐心地听我说，似乎试图在我的话语中寻找些某些线索。我又能进一步向他表明，我们结婚后我只专心地爱他一个人。无论呢外界有多么吸引，我对他的感情就像磐石一般坚不可摧。可是在我滔滔不绝的说话中似乎有些什么被我遗忘了。他始终静静地听着，直到我说话结束。最终他淡淡地回应了我一句，继续做你的白日大梦吧。然后他起身离开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咖啡店的角落里愣神。那杯他为我点了白开水仿佛是在嘲笑我的天真跟幼稚。回到家后表姐关切地问我的一个相亲结果。我无奈地告诉她，我们并没有达成共识。她听我的叙述完整个过程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告诉我以后不会再为我介绍对象了。我望着我表姐失望的眼神，心里满是委屈跟不解。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回想起自己的整个相亲过程，我不禁感到有些崩溃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是那个怀揣梦想期待白马王子到来的少女可是岁月不饶人，现实的残酷让我渐渐的明白，梦想和现实之间总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我反思着自己的行为跟态度是不是太过天真或者是理想化了。我渴望的那种无忧无虑、浪漫满屋的生活真的是我所需要的吗？或者我应该更加现实一些，接受生活的平凡和琐碎呢？可是当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那依然明亮的而坚定的眼神时，我知道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即使现实再残酷，我也要坚持自己的选择，寻找那个愿意和我一起追逐梦想的人。38岁大龄剩女忍不住哭诉，我不时不想结婚呢，而是真的没有人想娶我了。作为口播博主阿牛呢，我深感每一位女性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无论她们的年龄如何。今天呢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38岁女大龄剩女小妍的故事。
这个故事呢，不仅揭示了现代女性在追求爱情和幸福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，也展现了她们的坚韧不拔、追求真爱的精神。首先呢，让我们来谈谈大龄剩女的困境。小妍呢，是一个普通2-1不平凡的女性，因为年龄的原因呢，被贴上了大龄剩女的标签。在这个标签下，她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偏见和身边人的议论。这些偏见和议论呢，往往让她感到自卑和焦虑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呢，似乎因为未能及时结婚而失去了价值。然而呢，我想说的是，年龄从来都不是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。每一位女性都应该被得到尊重和理解，无论她们选择何时结婚，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关爱和支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小妍在相亲过程中遇到的挫折。她尝试通过相亲呢来寻找自己的真爱，但屡遭挫折。有的相亲对象呢，一见面就开始挑剔她的年龄，认为她呢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无法为家庭带来后担。有的则是纯粹为了完成结婚的任务而来，根本没有真正的感情可言。这些经历呢，让小妍感到了沮丧和失望，于是呢，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找到真爱。然而呢，正是这些挫折也让小妍更加坚定地要去追求真爱。她明白，只有真正懂得珍惜和尊重自己的人呢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后呢，小妍终于遇到了一个她真心喜欢的男人明宇。他们相识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彼此都对彼此的真诚和善良所系列。然而呢，由于年龄的差距的原因呢，他们的关系面临着来自明宇家庭的阻碍。明宇的父母呢，无法接受一个比自己儿子大这么多的女性作为儿媳，他们担心这样的婚姻呢，会给家庭带来不稳定的因素。面对这样的阻碍呢，小妍并没有放弃，她坚信真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，只要她和明宇真心相爱，就能够克服一切阻碍。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呢，小妍和明宇开始一起努力。他们向明宇的父母展示自己的真诚和决心，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他们的爱情呢是坚不可摧的。他们一起参加家庭聚会，积极融入彼此的生活圈子，努力让明宇的父母呢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快乐。同时呢，小妍也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努力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和有魅力。她相信呢，只有自己变得更好了，才能更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挑战。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和坚持呢，小妍和明宇终于赢得了明父母的认可。他们看到了两人之间的真爱和幸福，也看到了小妍的真诚和努力。最终呢，他们同意了两人的婚事，让小妍和明宇得以步入婚姻的殿堂。这一刻呢，小妍流下了幸福的泪水，她明白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在我看来呢，小妍的故事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。它告诉我们呢，年龄并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。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，都应该坚持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真爱。同时呢，这个故事也让我们反思社会对大龄剩女的偏见和误解。我们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，让她们在追求爱情和幸福的道路上呢，更加的自信和坚定。事实上呢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类似小人的案例，他们或许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及时结婚，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呢，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，年龄并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爱情，坚持追求幸福呢？最后呢，我想对所有正在追求爱情和幸福的女性说呢，无论你们年龄如何，都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真爱，不要被外界的偏见和误解所影响，相信自己，坚持自己的选择。只有这样呢，你们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。我也希望社会能够给大龄剩女更多的理解和支持，让他们在追求爱情和幸福的道路上呢，更加的顺利和坚定。今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